地狱的烈火永远比不上女人的怒火。今天带给大家的 B 级恐怖片《恐怖流浪公园》，就是漂亮的女人你永远不要惹的故事。影片开始就是这样的画面。这是我们的女主诺玛，她今天那是一个心情好啊，她将要被她的白马王子接走了，逃离这个肮脏破败的拖车公园，逃离这个只有屠夫、偷渡客、流氓娼妓的地方，逃离这个只把她当成妓女，没有人真正爱她的地方。哦耶，终于白马王子来了，他叫艾伦，对，就是我哥看上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束花。偶尔过度解读，专心讲好故事。嗨，我是 Ivy， 你们都好吗？咱们继续，但是这里的邻居出于妒忌，对诺玛是各种讽刺，真是自己差还见不得别人好，说了不够还动起手来，然后有意无意的艾伦就被邻居那么一推，表面插进了2根铁栏杆上，嗝屁了啊！老哥你好惨啊，还是回来解说吧。回到诺玛，那几经崩溃啊，这帮邻居简直不是人。最后诺玛只能像幽魂一般独自走在马路上，还没走多久就又被一个打扮看似牛仔的男人拦住了。这个男人就是撒旦，他正在寻找一些为己所用的灵魂，而诺玛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忽悠完诺玛，他递给了诺玛一把枪，似乎达成了什么协议，说罢人就消失了。诺玛也没有多想，他现在就一个目的，搞死那帮毁了他一生的人。回到拖车公园，随着重金属摇滚乐，诺玛已经彻底放飞自我。最后他自己也打开煤气罐，唱着小曲和这个残酷的世界说拜拜了。整个拖车公园无人生还。一转眼27年过去了，一位牧师带着6名失足高中生因为撞车加暴风雨困在路上，路边就是当年的拖车公园，大伙就像着了魔一样，一锅子全走了进去。公园里只有一辆车还亮着灯，车里走出来一位漂亮的金发妹子，我擦，这不就是诺玛吗？搞了半天没死啊，还越来越性感了。诺玛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不到几分钟，男生们都基本要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男人。但是女士们似乎还是很拘谨，于是诺玛便开始和这群失足少年讲述了他的母亲被坏警察打死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没多精彩吧，但是大伙是听得津津有味，警惕心也是荡然无存了。此时暴风雨也停了，诺玛把大伙安排在隔壁的2辆房里，一间女生住，一间男生住，男女分开显然对于这些少年是行不通的。趁着月黑风高，大眼哥就来找小黑妹叙旧了，害得小胖妹和黑发妹只能另寻去处，最后在另一间拖车里将就了下。这一边牧师的魂已经被诺玛勾走了，上帝和女人面前他选择了女人，是个正常的男人。随后就是一顿昏天暗地、翻江倒海、颠鸾倒凤、七窍生烟。意志力不坚定的牧师就这样被拧掉了脖子，嗝屁了。诺玛也露出了他的真容，原来他早已成为了僵尸。另一间房车里，熟睡中的金发哥被一阵阵歌声吵醒，循声过去，阴影中站立了一个妹子。虽说戴着吓人的面具吧，但是那身材一级棒。妹子还发出了妩媚的娇喘：1号按摩套餐。不等同意就脱了金发哥的裤。金发哥哪见过这种阵势，自己把上衣也脱了。我以为接下来要那啥，对吧？结果真的只是泰式按摩。正在金发哥享受的时候，妹子脚用力砸下，嘁哩咔嚓，可怜的金发哥啥也没干就被送出了片场。这一幕恰好被闻声而来的卷毛弟看个一清二楚，吓得头皮都发麻，拔腿就跑。1号按摩女僵尸嘶吼着追来，卷毛弟一个踉跄掉进了一个洞里。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发着狂往里面钻，躲在夹缝中暂时安全了。房车里的小胖妹也被惊醒了，她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来到了隔壁的房车，桌子上放着一包大麻，诱惑着她走上前去。没等屋主人同意就抽了起来，正躺在沙发上飘飘欲仙呢，屋里忽然多了一个手持吉他的僵尸。小胖妹还以为是大麻的幻觉呢，傻兮兮的瞅着僵尸乐。吉他僵尸看不下去了，手持电锯麻利地割掉了小胖妹的右手，而这一切又被闻声而来的黑发妹看到了，吓得大叫一声，连滚带爬地狂奔了出去。刚躲在一个躺椅后面喘口气呢，吉他声忽然从屋顶上传来，吉他僵尸已经发现了他。妈呀，我继续跑到了一个埋有地雷的垃圾场，吉他僵尸也追来了，但是一不留神踩到了地雷上。
在其他僵尸的提醒下，黑发妹还看到了前面的一个手雷机关，自己刚才差一步就要上天了。她取下手雷，趁着其他僵尸还在四分五裂的时候，头也不回的就跑了。而小胖妹这边就惨了，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幻觉，害怕的跑进了一间房车，结果被一个比她胖几倍的僵尸大妈按在沙发上摩擦，稀里哗啦的，不能看，挡一下。而这一幕又被进屋的金发妹看到了，没错，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这部剧就是你看见他被搞死，他又看见他又看见他，那个他吓得手上的手雷都滚到了地上，一声巨响后，房车化为一片废墟，黑发妹被冲击波震飞了好远，昏迷不醒。房车里，诺玛拿出了刚修补好的人皮面具按了上去，瞬间苍白的皮肤上又充满了血色，美丽动人。这一幕堪比《聊斋志异》的经典画皮。而其他僵尸这边贼搞笑，只是用胶带把身体部件粘回去，也不知道粘没粘对地方。刚复原还去天台弹奏了一曲色情歌。其实这帮人早在当年的那场爆炸中就全部身亡了，但是他们的卑鄙行径连魔鬼都不愿意接受他们，所以只能游荡在这个阴阳之间，伺机抓捕迷路的人，拍摄一些血腥残暴的录影带来获取魔鬼的酬劳，得以生存。可以说他们已经彻底沦为了撒旦的免费劳动力了。等诺玛化好妆，一场惨绝人寰的蹂躏开始了。小黑妹和大眼哥都被抓了来，还逼着他们拍小片。为了世界和平，我只能说诺玛用了摄影机、牧师的头、一个气棒，还有一张床。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原片或者私信我吧。就这样，小黑妹领了饭盒，大眼哥交给了屠夫，在屠宰场经历了剥皮割肉，最后还油炸的酷刑后，成功的领了盒饭。而屋后幸存的卷毛弟也找到了昏迷不醒的黑发妹，好不容易弄醒了她，却不料被后面袭来的帽子僵尸一把抓住了，关在了一个铁笼里。黑发妹则趁机逃脱了，她跑到了一片汽车坟场中，连着几辆车都是破得不像样，还好有一辆老式的肌肉车还算完整，凭着自己单手点火的技巧启动了它。刚想开走时，诺玛和帽子僵尸就开着两辆车撞了上来，三人玩了会儿碰碰车，最后以黑发妹一头撞上了卷毛弟的铁笼而告终。而黑发妹摇摇晃晃地从车里爬了出来，一众僵尸们已经围了上来，她已逃无可逃。临死前她说，我就是想有个人能爱上我这个人。这句话有点耳熟啊，诺玛生前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这个姑娘太像当年的自己了。说完，黑发妹气血攻心，又晕死了过去。这次诺玛并没有杀她，只留下了一句，就说是诺玛送你来的。第二天清晨，黑发妹躺在马路上，手臂上多了一个符号 M， 便是指的诺玛。最后，黑发妹被一个老牛仔救了起来，扶上了皮卡车，绝尘而去。路边，撒旦再次出现，露出玩味的笑容后消失在远方。本片完。我觉得结尾大概意思就是黑发妹已经被诺玛标记了，将会是下一个诺玛。这部片子虽然很多人评论无聊很一般，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可以的，色情加血腥让人看得大呼过瘾，无厘头的搞笑桥段和耐人寻味的结尾让影片添色不少。而影片最大的特色就是片中的3首超级好听的歌了，很多人觉得音乐太棒，使得这部电影几乎变成了一部 MV。 所以本片对于喜欢僵尸题材又喜欢摇滚的观众们简直就是福音了。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在影片结尾现场回复一些朋友的评论，所以如果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那就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吧。素质3连后，么么哒！这是我解说的 B 级公路恐怖片《恐怖流浪公园》，下一部公路恐怖片更精彩哦，拜了个拜。